德系品质，黄金增程，9屏联动，大6座，后排门板竟然有一个屏幕。 大众的德系品质，又想智能体验拉满。今天上汽大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选择 ，ID ERO 9X。今天一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台新车。这台车呢，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大，车长呢已经达到了5207毫米，轴距呢是3070毫米。它是一个大6座的一个布局，有1、2、3排。另外啊，这台车也是大众旗下目前尺寸最大的一台旗舰级的 SUV 车型了。外观方面，这台车它采用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设计，线条方面用了一些比较硬朗的线条，而且呢，根据大众 ID 家族啊，整个前脸的封闭式设计啊，它依然是秉承了，而且呢，它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灯带，加上大众的发光 logo。轮毂尺寸呢有20寸和21寸可选。说真的，这个尺寸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它多辐条的一个设计，让这台车的旗舰感也是拉满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加上整体熏黑的套件，车尾呢还搭配了一个小的扰流板，而且整个车尾的造型啊是一个偏方正的设计。那其实作为一个旗舰产品来说啊，其实这样的造型设计啊，我觉得它的大气稳重感还是比较足的。尺寸既然已经做到这儿了，它的内部的空间啊也是不小的。那它首先啊，3排座椅，在3排座椅全部都立起来的情况下，那它的后备箱空间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啊，它的后备箱空间后面还有一排按钮，这个按钮啊是可以调节前面的座椅的电动性的放倒的，并且啊，它还有一个可以调后悬架的，这样方便大家去拿东西。在第3排座椅电动放倒之后，后备箱的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就像这个空间啊，正常的咱们一些婴儿车呀，包括一些露营的装备都可以放下了。那这台车呢，它采用的是电吸门，而且还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迎宾灯，并且它的后门的开门角度已经达到了80度。那其实它的这个角度大之后，也是方便老人和小朋友上下车的。坐在后排真的有一种坐在 MPV 头等舱般的一个感觉，而且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给大家进行配齐了。你可以通过门板上面的这个小屏幕来进行调节。你用的时候呢，打开它是一块触摸屏；如果你不用的时候，它就可以跟这个木纹板融为一体，做一个低调的奢华，而且左右两边全部都有。而这个屏幕啊，在目前市面上的车上也是第一次去见到它，它可以控制空调、音乐、后排这个吸顶屏，包括冰箱、遮阳帘、智慧场景，你几乎需要的功能都可以通过2排来去调节到。而且这个座椅啊，也是让我见到了目前一个比较新颖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门板上来去调节这个座椅，它有一个烘干模式、除湿模式，还有它的暖风模式，而且它的坐垫包括它的靠背都可以分开去进行调节。这块屏幕它是一个21.4英寸的一块3K 的吸顶屏，说真的啊，看起来还是比较高清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功能啊也比较多，包括你玩游戏呀、你的 KTV 呀，包括看剧啊，它都可以去进行支持。而且整体点起来啊，它的这个流畅度啊，包括反应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屏幕的尺寸啊，如果你坐在2排或者是3排，都能够清晰的看到它。2排呢也设计了很多小的储物空间，比如说这个抽纸的放置盒，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盒，旁边有手机的放置位，然后这里弹出呢还有一个杯架，包括门板上面都有这种2个储物盒。来展示一下3排的空间。其实如果你的2排座椅在整个滑轨最后端的话，其实3排也是可以坐下一个正常体型的成年人的。那如果说你3排需要更大的空间，那就把滑轨往前挪一挪。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第3排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第3排的。那另外在第3排的一些配置上面啊，旁边左右两侧都设置了按钮，包括座椅的加热功能啊，包括座椅的这个前后折叠功能也都可以通过调节。旁边还给大家设计了这个充电口以及这个杯架。坐进前排来感受一下这一台 SUV 的旗舰感的座舱。首先啊，它是9屏联动，智能化方面给大家拉的比较满，2块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的双联屏，一个是主要的屏幕，一个是副驾的娱乐屏，而中间还有一个8.8英寸的一个魔术屏幕来当做仪表。那其实这块屏幕的技术啊，跟后排门板上2块屏幕的技术用的是一样的，并且啊，后排的这个非常大的吸顶屏加上这个 WHUD 功能，所以加在一起啊，9屏联动，我觉得现在啊这台车给我的智能方面的体验已经媲美了很多新势力品牌40-50万级别的一些旗舰级的 SUV。而且在舒适性方面啊，它的这个空调前排是一个无感的晚风空调，顾名思义啊，就是委婉的吹出风来，让你有一种在户外吹到自然风的感觉。而且这个后排啊，也给大家搭配了这种柔风的头顶空调，不会让你有这种直吹的感觉，也就是享受起凉爽来更加的舒适。音响呢用的是 Eurosound 音响，它全车27个扬声器，而且还可以做一个移动的 K
KTV，咱们可以在车内进行 K 歌。这台车呢，既然智能硬件已经拉这么满了，它里面也是搭配了语音助手的，你有什么要求呢？你都可以通过你好大众来去调节出来。而且啊，它还可以去识别车上每一个座位的指令。而且呢，这台车它搭配了192线的激光雷达，也就是说在量产之后，它是可以让用户在这台车上体验到大众的高阶辅助驾驶功能的。而且这套系统里面啊，给大家搭配了很多智慧场景，大家可以通过一键来去进行调节，比如说后排的儿童模式啊、大床模式、露营模式、洗车模式等等等等。而这台车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动力方面，它采用的是 EA211的增程器，而且啊，它还搭载了这个宁德时代的逍遥 Max 电池，这块电池真的非常大啊，做到了65.2千瓦时，也就是说这台车它光纯电续航就做到了400公里加。其实这个数据到底有多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热销的像理想 L9啊，它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80公里；比如说现在问界 M9啊，它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90公里。在这么对比下，是不是这台车的续航真的还挺长的？而且这台车啊，它依然采用了德系的调教品质，前双叉臂，后5连杆，而且啊，它整个的底盘是可以智能调节的，也就是说它的双腔风悬加上它的这个减震器，它是有150毫米的一个可调教范围的。就比如说我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我想让它更加稳定，我可以把这个底盘调得更低，它最低呢可以降到70毫米左右。比如说我把这台车开到野外露营的时候，我想让它的通过性更强一些，我可以把它的悬架调高，它可以调高80毫米左右。其实有了这套增程系统之后啊，也是让大家拥有了一个大空间、强劲的动力、超长的续航，而且啊，最重要的是这么大的 SUV， 它的百公里亏电油耗啊，仅仅才6.27升每百公里，就这个数据，大家知道有多香了吧？这台 ID Euro 9X 啊，真是让我们对大众品牌的产品啊有了焕然一新的体验。那如果说对于智能体验和品质有双重要求的家庭用户们，其实可以等一等这一台车在3月底的预售。